在全球各地造成大流行将近1年时间的新冠肺炎疫情，在加拿大地区仍然发烧不退。亚伯达省的新冠病例不断的创新高，11月30号的新病例再破纪录，来到1733例。从新冠疫情开始以来，加拿大的联邦政府就推出了不同的新冠福利，例如加拿大紧急援助福利 CERB 已经结束。面对第二波疫情，联邦政府再度推出了一些福利。第一项是加拿大的复苏福利 CRB， 针对那些收入受到疫情影响但没有资格获得就业保险的人，联邦政府将提供财政资助。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必须没有申请过任何其他类似的福利，并且在2019年、2020年或者申请的前一年的收入必须至少为5000加币。同时，个人的收入也必须因为新冠疫情而减少 50%， 或者因为疫情而失业。这些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在2个礼拜内领取1000加币，税后则是900加币，最多可以领取26个礼拜。要符合资格要求，个人的收入必须因为新冠疫情而减少 50%， 或者因为疫情而失业。申请人必须没有申请过任何其他类似的福利，并且在2019年、2020年或申请前一年的收入必须至少为5000加币。同时，申请者应该居住在加拿大，年龄至少要有15岁，同时拥有有效的社会保险号码。第二项是加拿大的康复护理福利 CRSB， 它是和加拿大复苏福利 CRB 同时推出的，取代了之前的 CERB。 加拿大的康复护理福利 CRSB 主要是要支持那些因为新冠肺炎而失去收入或者工作的人。申请者如果是因为新冠肺炎而生病，或者是必须照顾其他人，以及需要自我隔离，就可以申请这项福利。每个礼拜可以获得500加币，税后则是450加币。这项申请已经从今年的9月27号开始，一直到明年的9月25号，一共可以申请2个礼拜。另外，针对中小企业经营者，联邦政府提出了2项补贴。第一项是加拿大的紧急房租补贴，以及加拿大紧急工资补贴。加拿大紧急房租补贴 CERS 已经从9月27号开始，一直到明年6月份，提供中小企业主申请，最高可以支付 65% 的租金。而针对一些封锁的区域，这个补贴可以提高到 90%。 至于加拿大的紧急工资补贴 CEWS， 主要是要支持在疫情期间收入下降的加拿大中小企业主。这些中小企业可以获得这项补贴来支付员工的工资。这项计划可以追溯到今年的3月份，它的目的就是要让雇主可以重新雇用人工，防止工作岗位的流失。
这些计划都可以在加拿大联邦政府的网站上搜寻，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影片下方，提供大家参考。今天这支视频主要是要告诉大家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新冠福利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如果想要知道进一步更新更详细的资料，请到下面的链接前往加拿大联邦政府网站看个究竟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粉红天平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赞吧。祝您健康愉快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